我带着满身伤痕回到苏府门口时，府里正张灯结彩，庆贺长姐与太子殿下定亲。长姐见到我时目露惊惧，母亲也私见了星号，急忙驱散府外围观的一众百姓，命人将我关进了院。那日承恩寺上香返程时遇上山贼，外头厮杀连连。母亲对我说，我们人多马车行得太慢了，你和丫头们先下去，等母亲到家就派人来接你。于是我和2个丫鬟被推下了马车，他们都死了，死得屈辱而痛苦。在所有人都希望我也死了的时候，我不合时宜的出现了。是郎府千金，流落贼窝彻夜未归的消息瞒不住，而此时距离长姐大婚不足半年，我在祠堂里跪了整整1日。晚膳时分，母亲来了，带着2个仆妇，3尺白绫。二小姐如今名节尽毁，若还有几分廉耻之心，早该自行了断的。说话的是母亲身边的嬷嬷，我怔怔地看向了母亲，这是母亲的意思。她走近我，语重心长道，若讨你，莫怪母亲心狠，苏府的清誉不能毁在你手里。你长姐大婚在即，难道你忍心她以你名声受累，遭人耻笑吗？所以我就星号吗？我终于忍不住，眼泪似珠子一般的掉落下来。那日是谁把我推给山贼的？他脸的神色闭眼不愿看我苏家养，你这么大，你该懂事些，当知顾全大局。我痴痴的默了片刻，发现眼泪已经干了。我同意了，星号，只是死之前我想见见长姐。半炷香后，长姐来了，妹妹放心去吧，爹娘有我照顾。往后姐姐荣登后位，定会记得妹妹今日的牺牲。她满身珠翠光彩，若神飞仙子看向我的眼中，满是高高在上的怜悯。从小到大呀，她都是这般的。我想起了从前因我自幼养在乡间，刚来京都时，一身袄子穿了3年，袖子短了一大截，被一众世家女取笑，母亲嫌我丢人，是长姐大度的将她的一件就敖赠于我母亲，夸她懂事，府中下人赞她人善。她在闺中素有美名算命的说，她生来命格贵重，来日前程不可限量。传闻东宫采选之时，太子殿下也是对她一见钟情，她的闺女自然远远的重于我的一条性命。只是我不甘心啊！我悄然的踩住了长姐的流云裙摆，她身子一个踉跄，往后一跌，摔在了地上。我顺势压住她，拔下发簪抵在她颈上。她一声惊呼，母亲带着人冲了进来，满目震惊。若桃，你做什么？我死死地扣住怀中人的脖子，目光一一扫过仆妇家丁，不想让他死，就都退后。我离开了苏府，凭着挟持长姐换了一辆马车和些许盘缠天下之大，我却再没有家。再回到京都时，已是1年后，皇帝驾崩，京中动荡，驻守北境的燕王范馀率军南下入京，秦王右相叛乱，倒向叛党的朝臣悉数的被清理。而苏府是那个几头下注的墙头草。燕王府里，我的父亲卧着拜帖，坐立难安，而隔着一道纱帘，我坐在范馀身上，双手勾着他的脖颈，潭口靠近，呵气如兰。我若想要他的命，王爷也会给吗？单扣所指的正是父亲的项上人头。年轻的燕王有一双漆黑的眼，如暗夜要是深邃不可见底，斧凿镌刻般的五官棱角分明，当即弱冠的年岁，却因竟然塞北风霜，整个人像一柄出鞘的利剑，危险而夺目。他一手扣住我的腰，另一手指尖抚上我的脸颊，唇角含笑，若能博得阿桃一笑，有何不可？此时的范馀俨然一副沉溺温柔乡的模样，可我却看到了他的眼底是冷的人都走了，王爷还演得这样入戏。我收拢了被他拨乱的衣襟，堪堪的站定。他在身后沈笑，到底是你的生身父母当真狠得下心？我清澈出声，王爷是皇室中人，还会相信骨肉亲情吗？小女会祝王爷得偿所愿，但既是交易，也请王爷信守承诺。我记得第一次见他时，他睨着眼不屑一顾，本王麾下不留无用之人，那时老皇帝赏了美人给他，他放在府中当佛陀供着这等名为恩赏时，则安插眼线的手段是皇家最擅长的。我告诉他，我可以做那把最锋利的刀。此后在北边城便时有传言，燕王得了一个美人，宠爱非常，而那女子来历不明，嚣张跋扈，不到1年便将府中姬妾悉数的害死，色令之婚的藩王蛇蝎心肠的宠姬，也算得上一段佳话。州官入京的奏折上，竟是言他年少气盛，沉迷女色，不堪大用，如此这般足以令老皇帝安心。而范馀与他的北境军得以韬光养晦等来如今的时机，我与他之间是一场交易他夺他的事，我报我的仇人前做戏，各取所需。那日与范馀的一出戏，将我的父亲吓得不轻。第2日，燕王府便等来了苏家的投名状、京畿守备营的调令虎符，以及苏府家宴的邀约，再回到从前的府邸，恍如隔世。宴席上，我见到了父亲和母亲，还有仍待字闺中的长姐。在我离开京都的第3个月宫中，便出了意外，太子被废了，长姐终究是没做成太子妃，只是父亲的国丈梦却一直没断过。我紧挨着范馀而做母亲，眼神在我与他之间逡巡，打量了许久。父亲举杯朝饭，余话间有些踟蹰道，小女顽劣，这1年来多亏了王爷照拂。我笑意盈盈的启唇，苏侍郎说笑了，苏家的2小姐早在1年前就死于自缢，又何来燕王的照拂？父亲的脸色一顿，愈发难堪了几分。这时长姐站起了身，朝范馀盈盈的拜下，施了一礼。她今日一身素衣，新鲜若炙，举手投足间尽是女儿情态。随后她看向了我妹妹，你走后，爹娘与姐姐都很担心你，
当初母亲待你严厉，也不过是为着府上清誉着想，迫不得已，无论如何，我们终归是一家人啊。他当真是京中贵女典范，一番话大度得体，有意无意间还透露出我曾流落匪窝的事。话是对着我说的，眼神瞧的却是范蠡，但见他只顾着饮酒，瞧不出神色，他手中的帕子搅了搅，又坐了下去。酒过3巡，他再次开口，王爷，妹妹许久不曾归家，若暖想与妹妹说些脾气话。范蠡将杯中烈酒一饮而尽，眸光扫过往，又落到他上，轻笑自然可以。他生了一副好相貌，只一眼便叫长姐羞红了脸。片刻后，东厢房里传出母亲怒斥的声音，当真是不知廉耻，我苏家怎会生出你这样的女儿？我倚在贵妃榻上，笑得云淡风轻。何为廉耻？是将亲生女儿推给山匪吗？长姐上前一步走近我妹妹，你怎能这样说？当初的事都已经过去了，一家人哪有隔夜仇的爹娘想接你回来也是为你好，纵使妹妹不重名节，可你如今这般无名无分的跟在燕王身边，愿是他一时宠着你胭脂，往后如何呢？他言辞恳切，好似是真的忧心于我。我起身仔细的端详了他片刻，所以你是打算有名有分的跟着他？他眸光闪烁了几下，面色薄红，妹妹胡说什么呢？我翻开案上的礼单，啧啧的叹道，我记得这种珠海夜明珠是当初姐姐嫁妆里的物件，原是送不成东宫，改送燕王府了。瞧着眼前这对母女的嘴脸，我忍不下唇角的讥诮，先地驾崩，满京皆知。如今燕王与那尊位不过一步之遥，姐姐在废太子那儿没能实现的皇后梦，这是寄托在了燕王身上呢。你莫要胡言乱语污若暖的清白。母亲开口斥道，你当真以为攀上高枝了？燕王如今没有娶妻，可将来他要称帝，必然少不得收拢荆州门阀，届时他若娶了旁的世家女子，能有你的好日子过，既要丢人现眼不肯回来，往后吃了亏，别怪苏家不认你。我慵懒的打了个哈欠，悠悠的走出屋子，我因脸皮不够厚而同你们格格不入，你们不认我才是我的荣幸。马车离开苏府，已是亥时，更深露重，除了车辇，路路周遭一片寂寥。我与范雨桐坐在车里，酒劲上来，我觉得有些晕眩，斜倚着软枕。假寐半晌后，我听到耳畔那熟悉而低沉的嗓音，朝野皆知，苏侍郎青莲，今日你父亲这份厚礼，倒真是出乎本王的意料，方才在席间，他像是醉得不轻，此时却眼神明澈，异常清醒。我就这些微薄最嗤笑，富贵迷人演到了那个位置，两袖清风便是个笑话罢了。人心不足，从来是世间常态，只怕贪婪过了头，最终落得一场空。话里有话，意有所指，他自然听得分明。他颔首来，瞧我眸中含了些意味不明的神颜色，你这是在提醒本王，我合谋继续休憩，不敢王爷是要问鼎天下的人，自然不会为这区区蝇头小利所驱策。回京后的日子极为忙碌，我随范云赴的宴自然不会止于苏家。不过3日后，燕王府中便又收到了左相府的帖子，范蠡如今虽手握重兵，然朝中势力盘根错节，以当今太后为首的外戚一派一直主张立宗室幼子为帝，而朝臣多是两头下注，作壁上观。若他想名正言顺的登位，那么便绕不开门阀士族的拥立，而左相一派的分量更是举足轻重。相府中觥筹交错，美人起舞，群芳争艳，时有美貌婢女前来为范蠡斟酒，而我这个恃宠而骄的妖姬，自然是年酸惹醋，不肯容旁人近他的身，而他则宠溺的搂着我眼中，再无旁人。这般场面应付的多了，彼此间早已心照不宣。可今时不同的是，上座有一双油腻而苍老的眼睛，一直在我身上流连，老夫也算得上阅美无数，府中姬妾燕瘦环肥，竟无一人能与王爷身边这位美人相比。说话间垂涎的目光毫不掩饰，直勾勾地盯着我。此人正是左相李成丁克之中。随即有人附和，这美人既得了相爷亲眼，王爷何不割爱？不过是个女人，王爷不会不舍吧？既要得相府助力，总该有些诚意的，既是试探，亦是挑衅。范蠡容色岿然瞧不清心绪，而坐在他身侧的我，指尖已是深深地嵌入掌心范蠡的城府和手腕。我从来不敢小觑，也正是因为如此，我更不敢全盘信任他真正的利益。当前时，我这点微末的用处实在无足轻重，该如何取舍，根本无需考虑。可小女不想离开王爷，那我身子已经焦焦绕绕地落入了范蠡的怀里，单纯凑近，用姐二人可闻的声音道，真难将火铳的威力还未曾得见过，不知道够不够炸了相符。身姿妖娆声嗓低柔婉转引来席间一众宾客的侧目，而无人得见的是两人纠缠的一媚底下，火铳的斩口正死死地抵着他，就正点火药炸相符，当然是不够能炸的。他断子绝孙，倒是真的扣在我腰间的力道紧了几分。他幽深的眼底染上一层薄霜，你威胁我。此刻他意识紧贴着我的耳畔，灼烫的气息近在咫尺，这般亲密的姿态在旁人瞧来，是情人之间难舍难分。我就着这般模样，笑得愈发妖冶，岂敢小女只是待王爷一片痴心罢了。他面色阴晴不定，没了，须臾忽然将我打横抱起，对着上手之人到京都浇花万千，本王却独爱这一支情书难以割舍。随后他抱着我大步地朝内院走去。本王不胜酒力，借贵府厢房一用。燕王正是血气方刚的年岁，这等酒意上头的荒唐事，在座的文臣武将皆心知肚明，你的胆子当真是越来越大了。他将我抵在门扉上，栖身迫近，
脸色沉得吓人，下颚被捏得生疼，我依旧笑得从容淡定。乱世之中，求火须得很辣，这不是王爷教我的吗？我记得刚进燕王府时，他的内宅之中已然养了不少姬妾，其中那位最为得宠的秀夫人，在我入府的第一日诬我偷盗杨枝玉镯寒冬腊月，将我推进湖里，我烧了整整3日。第3日，我意识模糊时，门扉被打开，我看到了玄色蟒袍的衣角，他巨浪夺目，恍若神奇，却不是来拯救我的。本王说过，不留无用之人，连区区内宅女子的手段都应付不了，还大言不惭的要做本王的刀。冰冷的声音，毫无波澜的眸光。原来呀，秀夫人污蔑我，她是看得明白的，她只是放任了而已。我挣扎着起身，就着苍白无力的面容开口，王爷，怎知小女没有反击之力？他俯下身来，本王拭目以待。后来我深居简出了小半个月，养好了身子后，送了他一份大礼。秀夫人同府中侍卫私奔了，被捉回来时，两人都成了筛子。燕王头上多了好大一顶帽子。那夜月滑如水，我站在回廊下，迎着清风，朗月见他咬牙切齿，用目露击赏，睚眦必报，10把好刀。而此刻，我依旧如内夜一般，清楚的知道眼前这个男人的冷酷，一旦沦为弃子，我的下场如何可想而知。你就这么不信任本王？没有想象中的汹涌怒意。他的话阴缓了下来，我悠悠的垂着眼睛，神色平静。王爷想让我信什么事？一边答应了会将苏家交于我，一边与苏若暖谈婚论嫁。他眼神一凝，你都知道了。我冷嗤，天生奉命，苏家可是铺了好大一盘棋呢。只是没想到，堂堂燕王竟也会信这等无稽之谈。苏家的投靠是真，但我那位久经官场的父亲留了后手也是真。譬如金鸡城防营的虎符是献上了，可那营中主将都是父亲的门生，所认的从来是人，而非虎符想要获得苏家权术的效力，联姻是最快的法子，何况还有京中传了那么久的奉命之言。他双手揽住我的肩膀，只是一场婚礼而已，你我之间什么都不会变。我翻了个白眼，你我本就是交易可线下，王爷违背承诺在先，那么之后会发生什么意外？小女可不敢保证了。他没有愠恼，反将我揽得更紧，凑近眼底，带了几分笑意。本王要娶的是苏家女，不娶她，难道娶你我神色之柱？屈辱的过往涌上心头，满京皆知，苏家二小姐曾流落匪窝，稍有些头脸的人家都嗤之以鼻，而我那一母同胞的长姐，从前是钦定的太子妃，现下仍是未来的皇后。她这般嘲弄，当真是直接我的就罢。眼泪降落未落的时候，我深吸一口气，咽了下去。她伸出的手停留在了半空，不知是否是错觉，我在她的眼中看到了一丝歉疚。半月后的燕王府里，我见到了苏若暖，若暖是来拜谢王爷赠礼的。她今日穿的一身金丝，绣束锦裙，衫发间，金镶玉步摇，迎着晨间的光晕，熠熠生辉。书房里，范瑜正对着书案临摹，长姐便立在书案前，施施然的行礼，端的是一副大家闺秀的模样。少年英雄世家贵女，当真是一对璧人。大婚在即，不知王也将如何处置妹妹？她凄凄然道。范瑜执笔的手一顿，抬眼看他，依你之见呢？俊朗的眉眼，清明迥然，此刻眸光着直直的看着他，令眼前女子面颊绯红，低垂下了头。无论如何，她都是我苏家的女儿，做姐姐的自然想为她寻个好归宿的。她绞着帕子，斟酌道，妹妹，她先前名声不好，在京中不好说亲，所以父亲与母亲商议过了，为她在远的地界的寻一户殷实人家。范瑜挑眉，你这是要将她嫁出去？她容色有些迫切，又欠身行了一礼道，王爷容禀，非是若暖善妒，容不下妹妹，而是幼时曾有高僧为我姊妹2人占卦，算出妹妹命中带煞在闺中克双亲姊妹，出嫁则会削米夫家气运，何况此前朝中已多有传言说王爷馋于女色，眼下王爷大业将成，万不可毁于这等小事。一番言辞真诚恳切，说得温良大度，句句在理范。余眸光微动，似笑非笑，你倒是为本王考虑的周全。他羞赧的脸又红了几分。既然你说阿陶克夫，那么他嫁与旁人，岂非祸害了好人家的儿郎？他继续挥笔，眼瞧着纸上泼墨已满，却隔得太远，我瞧不清那上头的字。他微正一时语塞，尚不知如何开口，却见范瑜勾勒完最后一笔，展眉而笑也罢，既是王妃所求，本王自当如你所愿。这句王妃更是令他怦然心动，飘忽了半晌，压不住面上的欢喜。而那一瞬，范宇分明不是在瞧他，而是直直的穿过了雕花木门，落在了我的身侧。可我分明是被门扉遮挡着的。我惊觉他的反应，即刻悄无声息的离开了。范瑜大婚的前一日，我被送去了别院，不过无妨，许多事不在王府里做，反而更方便些。日暮的时候，外头好一阵骚乱，门被砸开，有人闯了进来，是苏若暖。他带了许多人。妹妹啊，姐姐早与你说过的，你便是攀上燕王又如何？他不过当你是个玩意儿，他若想称帝，要娶的人只会是我。我坐在窗边，不期白子错落，黑子已成难挡之势，尚不知是否有转机。他不如屋子姐姐说了，会替你寻个好归宿的。我轻笑，这么迫不及待是要把我送哪儿去？他一字一句自然是左相府了。左相大人对你惦念已久，听闻这位相爷还有些特别的癖好，不过姐姐相信妹妹伺候男人久了，定然能应付的。我眼皮都没抬一下，继续落字。范宇知道吗？
他依旧是那般温婉的笑意，王爷都同意了，把你嫁出去，至于嫁往何处，自然是由我这个主母做主了，把你送给左相，换来一方助力，便是他事后知道了又如何左右，是我苏家牺牲了自己的女儿，成就他的大业。我不完了起身走向他，我还是想知道你为什么一定要除掉我。我因算命的一句话被扔在乡间，14岁才被接回苏家，与父母长姐的关系并不亲厚，但回府之后的日子也算融洽，若非1年前的一遭，我大抵到死也不会知晓。天底下有那样狠心的母亲，可是为什么呢？我的亲人都像豺狼虎豹一样，一个个的都要叫我星号星号，他一如1年前的那一夜，高高在上的劝我，你别怪姐姐心狠，如今我将成燕王妃，日后便是皇后，自该为王爷考虑的你的存在，只会是他的污点，我知你怨我也怨母亲，可当初马车上那么多人，母亲若不早做决断，我们所有人都得死放弃，你也是不得已与你一起的那2个丫头死了，母亲给了他们家人重赏，还给他们立了衣冠，重我静默了须臾，深深的吸气，大约是从小到大占尽了好处的人，才会觉着旁人的性命都不过是为自己前程铺路的石子。他下令身后的家丁上来绑我，我悠悠的取出了火折子，点燃焰火升空，围墙四面跳下数十个黑衣人，江湖上赫赫有名的杀手组织真龙阁，我花重金请来的人杀光吧。我扫了苏若暖一眼，平静到离开那院子的时候，我听得他在身后歇斯底里的声音，你杀了我，王爷不会放过你的。我望着阴翳诡谲的夜空，低低道真龙，棋局难破，杀手阵法亦是如此，我倒是也想知道，天王能不能破这局。第2日，苏若暖的死讯尚未放出来，大婚便已搁置了，因为京郊铜矿出事了，那是皇家铸币的矿藏矿洞坍塌，劳役接连出逃，戍守的士兵连夜失踪，范云一早便带着人赶了过去，而等待他的将是第2次坍塌。不止如此，还有一批武艺高强的杀手等着他，他们杀完人后，留下的所有证据都会指向苏家。届时，燕王府的部将必然不可能放过我那位好父亲，而这背后布局之人，自然是我早说过了，我是个疯子，我命人将苏若暖的尸体送回了苏府，此刻那头怕是已经乱作一团了。我坐在茶楼里，俯瞰京中最繁华的盛景，回想起过往种种，从未有一刻如现下痛快。2日后，京郊来信燕王遭人暗算，落入坍塌的矿洞中，不知所踪，而现场的刺客遗落的令牌源自苏家所辖的兵部。我心中长舒一口气，到底是成了。我收拾好了金银细软，乔装作男子准备出城，而经过城门口时，一柄长剑挡在了我身前。你准备去哪？我抬头，日头刺的眼睛有些睁不开，但还是看得清。眼前的这张镌刻俊秀的面容正是范宇。我是被绑回燕王府的。范宇的脸上挂了些彩，想来身上也是伤得不轻，没有预想中的狂风骤雨。他平静地上完药，眼中的危险却一直未隐去。你想杀我？大仇已报，我干脆摊牌。小女早说过的，王爷违背承诺在先，那么之后会发生什么，可不敢保证。苏若暖也是你杀的，是他浑然不在意，扯过衣衫，草草地附住包扎好的肩膀。本想在大婚那日一网打尽的，但是你既提前动了手也好，省了本忙的力气。我错没你什么意思？他将我鬓边的发丝撩直，而后指腹轻轻地触过我的脸颊。阿桃这样聪明，不妨猜猜。我细想了片刻，他这段时日的种种所为确实反常，只是我一心报仇，尽都忽略了。以范蠡的自负，根本不可能信苏家放出的奉命之言，也不可能因为区区经济兵马调令而掣肘于苏家。那么他从一开始就没想与苏家结盟，所有的一切都是一个局。而我这段时日的谋划，是否都在他的掌握之中？那京郊一事本来还犯愁，如何拔麾下内鬼？好在阿桃的妙计，本王这一失踪，那些个不安分的都冒出来了。我在一瞬间直直的看向他，他果然什么都知道，就连我安排的刺杀，都是他将计就计的一环网。我以为自己算无遗漏，我垂着眼睫有些沮丧，技不如人，无话可说。芒爷要如何处置我？我曾亲眼见他处置叛徒的场景，在塞北的荒原上，喂狼的居多，在不济便是被乱箭穿心射成的筛子。我手染鲜血，罪孽深重，有没有全尸不重要，到了地底下都未必过得了奈何桥，可他却在下一刻解开了我的绳索。阿桃的计谋确实高明，唯一的错漏便是那批杀手。本王是尸山血海里淌过来的人，区区江湖毛贼，还入不得眼，烛火微夜。他俯身靠近我，颀长的身躯落下一地阴影，将我。阿桃今后若是想陪着自己的人手，何须那般麻烦？燕王府有的是暗卫，我抬眸与他对视，不明他话里的意思，却听他又道：大婚将至，好生待嫁吧。我的燕王妃。我在错愕中瞪大了眼，什么？但见他眉眼含笑，本王说过的，要娶的是苏家女，不娶她自然是娶你，苏家都没了，还娶什么苏家女？他这样精于谋算的人，不会下无用之棋，我自然也不会蠢到以为他对我情根深重，执意求娶，那么是我这把刀还有未尽之用了。事实证明我所料未错。大婚当日，我见到了一个女子，范蠡的故交之女于灵儿，她一身劲装，未卸下了马，直往内院而来。我不过是回了西境2年，回来时却不想潘禺哥哥竟要娶妻了。他的眼神瞥过我，上下打量了一番，还未问过这位新嫂嫂是哪家千金。
在场的宾客本就对我这个来历不明的王妃多有猜测，从前见过我的官吏部将，对于燕王此举也是颇有微词，而眼前赶来的这位更是有些兴师问罪的意味。灵儿莫要胡闹，范蠡开口斥他，语气却半点都不重事儿，有那么几分无奈的宠溺。他瞧了瞧我，愤愤地坐了下去。晚间，范蠡没有出现，意料之中的事也好，在一屋子的喜娘和婢女都退下后，我自行去了善差了一身繁复的行头，用过晚膳之后，一夜好眠。翌日辰时，我起身后出门，便见到昨日的那位玉姑娘站在院中。别看了，范蠡哥哥是不会来了。她眉眼略有得意思，又带了几分挑衅地望着我。我从前在塞北未听人说起过她，但昨夜倒有位嬷嬷与我提及了这个玉姑娘的往事。据说她是范蠡的红颜知己，他们青梅竹马，年少情深，还曾并肩沙场。我不知范蠡对一个女子会有多深情，但见他昨日的态度，确实可以窥见几分真意的，这才是他要保护的人。我眸光落到他脚下，又回到那张相貌平平的脸上，所以他是去了哪里？自然是他似是想起来了什么，下意识地住了嘴，而后抬高了下巴。我与你一介无甚见识的那宅女人说这些做什么？他虽娶了你，可你终究只是个累赘，而我于他而言是战友，是知己。在这种时候，只有我能站在他身边，而你是没有那个资格的。他说完便提着剑离开了。我的目光再次落在他脚下的泥上，那是红土，京城方圆30里，唯有通往嵩山营的路才有这种土，他是去调兵了。大婚后的第3日，我见到了范蠡依着礼制，这日晨间应入宫去向太后请安。我与他同坐着车撵入了朱雀门，心在不停地跳。若我所料未错，他是准备在今日动手，一举拿下皇宫。不久之后，这宫中便会是厮杀的战场，而他将我带在身边，无疑是拿我做了活靶子。从一开始，他娶我这个燕王妃，就是为了这一步棋。我心绪纷杂，脑中飞快地思忖着该如何是好。车辇停下，已然是到了太后，已年逾花甲，但保养得宜，脸上不过浅浅的几道褶子，举止间颇有风韵。传闻这位陈太后好美男，养了许多面首，但谁也不曾得见过真假未知。她的眸光落到范蠡脸上时，似有一瞬的惊艳，眼都亮了几分，那模样像是枯木逢春。我想起了左相府里那双苍老的眼睛，盯着自己垂涎欲滴的模样，那油腻的样子至今令我阵阵恶寒。如今范蠡也被一个年岁大的足以做他祖母的人觊觎，我心中忽然有些畅快，难得燕王携心腹入宫，哀家欢喜，还不将人请进来。有功必引着我与他入了内殿坐下，切了上好的龙井，熏炉里换上了新的燃香。太后殷切地与范蠡虚化一双眼睛，未从他脸上离开片刻，香烟晕晕，我觉得有一瞬间的头晕，心下警觉，这味道不对。我端起茶杯做事要饮茶，乘机将茶水洒在了裙摆上，以此离开了太后的寝殿。走到外头时，入冬的风迎面而来，神思瞬间清明了许多，方才那种香料有迷情软筋之效。从前在塞北时，我曾见来往西域的商队都受过我家范蠡一人留在里头，应是正中了太后的下怀，可他既要拿我做火把，便也怪不得我心狠。眼下自然是逃命要紧，我随着宫婢前去换衣衫时，一记闷棍拍晕了他，而后瞧准了朱雀门的方向而去，跑出没多远，便见来时的车辇自身后追了上来。阿桃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再熟悉不过的声音，范蠡跳下车上前来，正好整以暇地瞧着我，我转身欲开口，却觉得身子一软，快要跌下去。他见臂翼舒服了个满怀，意识开始模糊，我瞧见上头那张俊脸，笑意叵测。阿桃方才若是乖乖地跟在本王身边，就不会中毒这样深了。原来他一开始便知道那熏炉有问题，早服下了解毒的药丸，而我以为离开了那寝殿便无虞，可线下方才吸入的迷香显然已在发作。恍惚中，我被他抱上了马车，额上汗迹层层，我觉得浑身都在发热，不自觉地往他怀中靠。他将我抱得更紧，纠缠中，我听得他吩咐车夫回府，我不知在路上多久。马车至燕王府时，日头已落了下去，天地一片漆黑。他抱着我下来，直往内院而去，感受到自己被放在软路上，我抓着他的衣襟，不安地挣扎，帮我请大夫。暗夜里，我听见他在耳畔低哑的蛊惑：阿桃乖，这里没有大夫，只有夫君雷曼垂了下来。漫长的夜就此拉开序幕，泪水从眼角滑落，没入了枕间。我想起从前在塞北时，虽然他的后宅里养着各方送来的机器，但我知道他从不近女色。而这1年来，纵使我与他在人前做戏，免不了亲密接触，到底是为真正的渔具。裹进夜过后，我与他之间的纠缠，只怕是在哪里清了醒来时。天意微微渐明，身旁已经没了人影，疼痛与疲惫漫及全身，一排的婢女走了进来。王妃醒了，奴婢来服侍。王妃沐浴。我看着自己身上的痕迹，面上无悲无喜。范蠡呢？婢女道：王爷吩咐了，命王妃今日务必要好生的待在这府里，在宫中安置好了，便派人来接王妃。原来他就是带人进宫去了。昨日我一直奇怪，为何他迟迟没有动手。原来他计划的时辰本就不在那时，他是在子时集结的兵力，希尔在那之前，他还在这暖阁中与我撕扯了半宿。沐浴更衣完后，我再次见到了于灵，他依旧是一脸不屑的模样。到底是上部的台面，范蠡哥哥岂是你半点忙帮不上，还要他分派兵力来护你？
哪里是护王，眼下这王府围得水泄不通，关囚犯还差不多，可现下我要离开转机，大概在于这位姑娘。我的目光徘徊在她身上，步履沉重，足下无力，这胳膊也不像是拉得开弓的。你这所谓驰骋沙场的能耐，也是有点虚啊。他面色恼怒，你胡说什么？我悠悠地坐在窗前饮茶，他气愤地过来，伸手便要落下，我却在下一刻捏住了他的手腕，往身侧一带，他整个人都跌在了地上。我乘机扯过披帛，将他反绑，你做什么？他惊怒地挣扎，放心，死不了的。我打了个结，扯紧洒了些水在他身上。片刻后，屋子里燃起大火，里头传出鱼鳞的呼救声。他的父亲是西境守将，必不能在燕王府出事。整个王府的护卫都过去救火了。我趁乱换了家丁的衣服，逃出升天。走出城门的那一刻，宫中晨钟敲响，是新帝登基了。不过那与我已经再无关系。小心提醒您，正文已完结，番外篇开始喽。寒风烈烈，又是一年，凛冬范玉丽在城楼上身影寂寥，穷穷，头顶雪片片飘散下来，落在发间，地下天狼，还是回去吧。事后的总管太监劝他无妨，比这从前在塞北京城喝血不算什么。他望着前头苍茫的一片，有那么一瞬的失神。初见他时，也是在这样一个雪天，他是贝颜。送进王府的那日，塞北的荒原上，他立在冰天雪地里，冻得双唇发紫，意气风发的年轻藩王，锐利的眼睛，他见他的样貌举止皆不俗，不是人。雅子手里买来的姑娘，亦不像是教坊里调教出来的女子，但比之寻常官宦人家的闺秀，她身上又多了几分叛逆与野性。他府中已经供满了各方神圣，不想再多事，便命人将他送走。而他迎着蚀骨的寒意养着，头问他，可是王爷后院的花草太多，把院子挤满了，若有一把称手的刀，清理一番便好了。那一刻，他眼中的光迎着塞北初升的日头熠熠生辉。他留下了他的身世并不难受，不过数日，暗卫便以地上兵部侍郎苏家的密信。他瞧着那书函，付之一笑，京都那些个世家门阀的后宅里的哪家没点见，得烟杂事儿，可亲生父母凉薄至此的也属少见。之后的一年里，他看他步步谋算，见他长袖善舞，人前让他热情似火，然后冷淡又疏离。他妖娆名利，肆意张扬，到底是逢场作戏，还是巧然的将戏当了真？他已然分不清了。回京之后，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派兵去剿了黑风寨，杀光那些曾经欺辱他、要害他性命的人，捉回来的喽啰，哭天抢地的求饶，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。自从1年前大当家的死在那个丫头手里后，我们就再也没下山去抢过了。他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他对着妆台小心翼翼地涂着单扣那些人恶，特朗一样的围着我。我将那头领哄到了屋子里，然后乘着月黑风高，把簪子插进了他的喉咙。他说出这一切的时候，神色平静而淡漠，仿佛事不关己。轻薄的娇纱掩不住曼妙身姿，无限风华。他心中一阵刺痛，忽然很想将他拥进怀里。后来他因苏家之事与他有了分歧，他与苏家周旋不过是大计中的一环，为的是一举拿下兵部。他也从未想过取苏若暖，往后总有时机与他解释，可他却不愿信他了。在左相府里，他便是那样笃定自己会被舍弃，拿出了同归于尽的价。他是来威胁他，他生气，他半分信任也不肯给他。于是在他问及他与苏家婚事时，说出了那句不娶她，难道娶你？话一出口便后悔了。见他脸上的神伤，知他是想起了往事，想要宽慰，却又不知何从开口。后来呀，他动手杀了苏若暖，设计将他引去京郊。他惊叹于他的缜密和行动力，将计就计，扳倒了苏家，顺带成功的娶了她。他误会了自己与于林的关系，总以为这场婚事背后又是谋算和利用，可唯有他知道，大婚那日内心是多么欢喜。自宫中回来的那晚，他抱着她，想着若是余生就这样纠缠不清，不想下去多好。可是他走的那样，彻底消失无踪，入戏太深了。